知道美国警察有多双标吗？注意看前方过去的这辆 SUV， 超车、变道、转向灯，阿 Sir 看在眼里没有任何反应，但身后的这辆道奇充电器可就没有那么走运了，和前方 NPC 的操作一模一样。在拉开足够的安全距离后，打灯，缓缓的变道，几乎看不出什么毛病。但是对不起，你被阿 Sir 盯上了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 Sir 杰夫普雷斯顿示意前方这辆道奇充电器靠边停车，原因是这老哥刚才在超车的时候涉嫌超速，这条路限速100公里每小时，刚才阿 Sir 的车速就是100，而老哥还能超车，这说明他已经超速。至于为什么不拦第一辆 NPC， 对不起，谁叫你开道奇充电器？很明显，老哥并不认可阿 Sir 这个理由，于是选择用一脚油门和200公里的时速来回应。想开罚单得靠实力才行。虽然是在弯道，但两人并没有减速，车速依旧保持在200以上。从这里就能看出来，这老哥的实力不弱。看来阿 Sir 今天这张罚单不好开。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5星阿 Sir 大战6星老哥，不愧是人杰地灵的阿肯色州。看来在阿肯色州开道奇充电器的都不是善茬。而就在这时，老哥也开始整起了花活。在拉开距离之后，他关掉了车灯。这一招不仅考验技术，而且极其考验八字。虽说只是动个手的事儿，谁都会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好这一招。真正能把这一招威力完全施展出来的，还得是6星以上的大佬，不然可能会出现关了灯，车速不够快被阿 Sir 跟上，或是自己翻进沟里的情况。而以这老哥的技术，可以做到关灯不减速，这一招的效果非常显著。虽然老哥就在前方300米处，但只要不踩刹车，就可以完美的融入夜幕。而这一招如果驾驶的是黑色车辆，那么效果会翻倍。尽管老哥是白车，阿 Sir 也只能凭借断断续续的刹车灯和若隐若现的轮廓来判断老哥的方向。老哥下高速尝试了一下，阿 Sir 并没有因为关灯而跟丢，看来领先的距离还不够，现在再次回到高速。老哥的这一波加速简直是叫阿 Sir 望尘莫及，阿 Sir 还没跑完匝道，老哥就已经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。这道奇充电器的直线能力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大力出奇迹，从来不打低端局。凭借着老哥的2脚刹车，阿 Sir 确定了他的方向，这视力确实是有点东西。但现在尴尬的是，雪佛兰太浩根本不是道奇充电器的对手。而此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阿 Sir 要拦这辆道奇充电器，因为他今天没有分到道奇充电器开，所以他心里不平衡。什么档次，敢开阿 Sir 都开不上的车，只是不知道现在被老哥彻底拉爆，他有没有后悔？此时几个连续弯道跑下来，已经完全看不见老哥的尾灯，阿 Sir 只能呼叫队友。队友表示，他现在正在小石城的市区，赶来还需要时间，不知道阿 Sir 这边顶不顶得住。看着前方越来越近的尾灯，阿 Sir 表示问题不大，搞不好队友的支援还没到，自己就已经单吃。而就当阿 Sir 正疑惑为什么老哥的车速慢了这么多时，却发现尾灯根本对不上，这哪里是道奇充电器，只是一个跑得比较快的 NPC 而已。刚才说问题不大，现在的问题不是一点的大，也不知道是因为老哥关灯的原因，还是因为阿 Sir 落后的太多，前方几百米根本就看不见一辆车。你说你开个大块头太浩，没事惹人家道奇充电器干嘛？现在好了，丢人丢到了姥姥家，算了。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该下班时就下班，挑个离家近点的路，早点回家。不对，这匝道上怎么有一辆车在逆行？怎么还有人把高速的入口当出口用？靠近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不是刚才跟丢的道奇充电器吗？阿 Sir 还没反应过来，老哥明显更快一步。虽然这次没能截停，但怎么说也比刚才跟丢的情况要好。而这老哥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本来已经领先了数百米，将阿 Sir 彻底甩开，但是担心前方有埋伏，所以选择了一个另类的方式下高速。但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居然会这么巧，被随便转一转的阿 Sir 给碰到。这回真的可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严重怀疑他昨晚用了神器小鹿可水洗深睡枕，记忆棉护颈承托整挺好，老哥一觉深睡到天亮，最重要能整个水洗，脏了直接扔洗衣机，污渍口水全洗净，而且耐造不变形。看来老哥这把消心有戏，以前整套换得勤，但整新总藏污，害得脸上小红点冒的，像是被阿 Sir 贴了罚单。换上小鹿直接放心贴贴。面对加宽加大枕面和7大分区的高配置，阿 Sir 再次提起了速，正躺拖住颈椎，侧躺不压肩膀，翻身再快都能跟得上。高密度慢回弹记忆棉，柔软有支撑，贴合脖子自动回弹到最舒适的高度，压力全给你分散掉。大家要是身上总发痒，可能就是枕头脏，换个能水洗的小鹿，用的久还省心。小伙伴快去评论
能区领券，保价1年还送运费险，2年内开裂直接换新，还有2款整高可选，快充！但现在并不能高兴得太早，因为这老哥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，阿嫂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老哥梅开二度。虽说已经失而复得，但此刻在社区的小路上，阿嫂依旧占不到半点便宜，而且按照老哥的这个领先优势来看，随时都有可能让阿嫂再次跟丢。尽管阿嫂此刻已经是拼尽全力，但一行之隔宛如天堑。这一次阿嫂不敢有半点大意，第一时间就把老哥的行踪通知给了队友。队友刚才就说自己在市区绕了这么半天，哪怕是开拖拉机也应该赶到了。现在阿嫂紧紧地盯着老哥的尾灯，生怕他像刚才一样突然消失不见。但两人之间的距离，阿嫂却是没有办法缩短。在这种路上，120的时速已经是阿嫂的极限，再僵持下去，恐怕又是以跟丢告终。此时的阿嫂明显有些力不从心，毕竟雪佛兰太昊并不适合这种多弯的小路。眼看老哥再次领先，就要逃出升天之时，一位靓仔路过。此时小黄鸡才刚刚赶到现场，就看见一辆道奇充电器从小路拐了出来，他甚至都不用调整方向，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只用一招便将老哥截停。不懂就问，这玩意儿真的有这么难追吗？第二位队友赶来之时，老哥还没有失去动力，于是连忙补刀，这才将老哥彻底困住，动弹不得。没有想到赶来的小黄鸡提供了最关键的助攻，堂堂一代6星大佬就此落网。接下来是 MVP 的结算画面，让你们看一下愤怒的阿 Sir， 掏出警棍就是一顿小锤40，致命节奏是越叠越快，早已突破了2.5的攻速。看得出来，阿 Sir 确实挺愤怒的，甚至徒手掰开了这双层夹胶的玻璃。看样子不走窗户，阿 Sir 根本就消不掉心中的怒火，最后将老哥硬生生的从车里拽了出来。这一顿输出才算是结束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考克斯，他将被指控驾车逃逸、超速、鲁莽驾驶和不开灯行驶等多样罪名。而副驾的乘客本就在缓刑期间，这一次也得跟着遭殃了。不过念在开车的老哥倒是头一次。最终，这老哥被判3年监禁、5年缓刑和吊销驾照2年、车辆扣押以及6000美刀的罚款。对于这样的处罚，各位看官是否满意呢？不过以这老哥的车技来看，这只怕并不是第一次，只不过是第一次被抓而已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